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们来到这個實況主挑戰週的第11天，對 ，Day 11，對呀。那這次我們打這個對手就是我們熟悉的老對手，在我這個頻道已經在100多、200多集之前，還沒錄音之前，已經出現過的一個對手，就是一個老玩家 Carlos。對，又是我們的 Carlos， 以前從 YouTube 直播，然後把那個重心轉移到 TikTok 上面的一個實況主 Carlos。對，那這天我們就來看一場跟他 Carlos 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其實這天我想說一個額外的東西吧，那其實就是關於我的會員頻道。對，但是大家別擔心，我這次不是來宣傳我的會員頻道，其實我是想來感謝一下這2個禮拜有加入我會員頻道的一些觀眾，因為其實自從我推出了這個 EVA 的對戰或者是實況主挑戰週之後，那個會員頻道的觀眾加入的觀眾增加了差不多50%左右。對，是一個非常之誇張的數字對我來說，說的話非常之感謝你。對，那另外就是如果就算是你只是一個有訂閱但沒有加會員頻道的話，其實我也是非常之感謝你的，因為你只要是有訂閱跟我看我的影片，其實我的頻道也是會有一個穩定的成長的幅度的，所以的話我也是非常之感謝你。那第三種就是那種沒有訂閱但是也有看我影片的觀眾，那其實那種我也是很感謝你的，因為那你進來的話代表說我們有那個緣分嘛，你就給我那個頻道的演算法所吸引進來，那我們總算讓這個 YouTube 的平台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的影片推廣給你。那所以的話，就算你是沒有訂閱，但是你有看我影片的話，其實我也是非常之感謝你的。那但是第4種人的話，其實我就非常之不喜歡了，就是你沒有訂閱，但是你又喜歡在不同的地方對於我的影片做出一些很多不同的意見，對於我影片製作上的一些意見。那當然我只是針對那個影片製作的意見，那你說一些遊戲的一些看法呢，我是不反對的，因為也是以前所說，我是非常之鼓勵大家討論這個遊戲的一切因為這樣是有助這個遊戲社群的發展。那但是那種針對我那些影片製作的那些討論而且你沒有訂閱也沒有參與過這個遊戲的任何討論，是我唯一不會感謝的一類人那無論如何，那我相信大部分的觀眾都是一些正常人來的。那也是最後的話，也是感謝加我會員的觀眾，有訂閱我的觀眾，還有這個沒有訂閱我但是也有在認真看我影片的觀眾，我是非常之感謝你們。對，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個話題。那第2個話題是什麼？那其實如果大家知道的話，我是有加入這個 Losaiga 的印尼服官方 DC 頻道，就是那個 Discord Channel 那基本上裡面的東西我是看不懂的，因為裡面有90%都是那個印尼文。那但是在那個英文裡面，最近就夾雜了一個英語的那個消息或者是那個 message 然後我發現就是那個 Raja DT 如果大家有看我直播的話，應該知道誰是 Raja DT， 那就是那個不停在船外飛，然後會嘲諷那些對手的那個 Toxic 玩家，就是用 bot 在那個地圖外面飛飛到 DT， 然後再跟那些對手打 DT 那個玩家，而且他會拔仙，甚至是有開外掛嫌疑的一個玩家。對，那最近我就發現那個 Raja DT 好像被 ban 了，就是被封禁了。對，那我懷疑是因為他終於這個行為終於激怒了我們的好朋友實況主那個 Adam。 對，因為我發現好像是 Adam 檢舉他，然後把這個事情鬧大了，才導致這個 Raja DT 這個 Toxic 玩家被這個 GM 封禁了。那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消息對我來說非常非常之好，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我直播的話，你會發現這個 Raja DT 已經在我直播裡面出現過很多次，而且每一次都在嘲諷他的敵人，就是我，而且我也讓他拔了很多次線。對，屬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消息这個 Toxic 玩家終於
被封禁了。对，那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是真還是假，因為裡面印尼文夾雜着中文，夾着那個英文嘛，老實說是有點看得我有點眼花繚亂。那總而言之啊，我看到的那些斷斷續續的消息是這樣，就是 Raja DT 被封禁了。那如果你是印尼服的玩家，而且你是有加入這個 DC 頻道的話，那你是希望你啊可以幫我認證一下這個消息是真是假。對，那我就可以提前慶祝這個東西。對，因為 Raja DT 被封禁應該是普天同慶的一個消息啊。對，那我們大致上這樣。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已經來到這個遊戲的第3回合了。那這個打卡洛斯啊，又是那句打 Meta 玩家主要小心幾隻角色啊，就是第一魔彈。那魔彈就是看到我 Alpha 的一個非常之有用的一隻英雄啊。對，因為可以發現，因為魔彈啊，它對於射空中的英雄那個壓制力非常之強。那而且啊，我的 Alpha 又是那種需要不停的跳躍的一個角色，所以的話，很多人都會選擇用這個魔彈來看他我。那另一隻就是 Satate， 對，又是在我平常常出現的一隻英雄。那這個卡洛斯啊，基本上2隻都有使用，對，所以的話，他的看塔手法是平常其他玩家的2倍，是2倍的看塔手法，對我來說，所以是非常之搞笑。而且他還有教父，那教父某程度上雖然比較薄弱一點，那其實他也是可以看塔空中英雄其中一個手法，所以的話，他是2.5倍的看塔，對，對我來說是2.5倍的看塔手法。所以他打卡洛斯要非常之小心。那這邊的話失手了，如果剛才那個鳳凰瞄準得到的話，基本上可以直接打斷他的蝗蟲頭盔啊，但是我射歪了，那導致這局啊讓他收到，因為剛才那個蝗蟲頭盔啊是無敵時間幾乎是沒有的，所以的話基本上剛才那個鳳凰射中，那就可以直接打斷他那個頭盔的攻勢。那沒差，我們回到這個第4回合，一開始讓他先抓到那個血彈之後，讓他拉開了一點點，但是別怕。還是在前期階段一開始啊，我們的機會還是很多的。那這邊的話嘗試抓他防禦的身手，直接踢下去，但是那個掉落區很遠啊。那但是沒怕，我們在那個履帶裡面是算是比較難輸出的一個地點啊。但是這個難輸出是相對的，就是我輸出難，他也輸出難，所以呢，基本上在這裡啊是不用太怕對面是有做到什麼 combo 啊。對，那他也是直接選擇把我打下去。那射大天，如果看到他用射大天換在你臉上，你直接換這個防英雄，防御就起來。我所說的防英雄啊，不是那種加防御的英雄，是那種可以無限防御的那種英雄啊。对，這邊呢可以，我們別怕，我們就看久一點。OK， 那他直接把我射下去的話，那就不用怕他做什麼奇怪的操作啊。OK， 這邊呢嘗試先用衣服抓他，那這邊可以直接用這個衣服，我猜。哎呦，沒有，那可能是因為我又是那句，又來到這個技能階段了，我們就不用那麼高風險做一些高風險的 combo 啊，那直接把它射下去就行了。因為也是那句，傭兵啊，如果你有把那攻擊點滿的話，例如說260到300的話，你射下去其實比你啊打一套 combo 有機會是更痛的。對，那個就是傭兵的威力啊，而且我也是非常推薦所有的人啊都去弄一隻傭兵，對，這邊踢下去 OK 那不錯。那雖然他吃了吹風秘籍，但是我們披風還是有的。那雖然沒有吹風秘籍，但是那些冰披風或者是這個死亡披風也是有，那我們就別擔心。那我們盡量避開他的那個神行者 SD 啊。哎呦，那其實某程度上神行者 SD 也是挺麻煩的一招技能，因為很難啊，有東西可以看打他。那但是我看過一個那個看打他的手法，就是用妖術士頭盔配這個冰披風那隻傳說英雄啊，是可以啊做到你妖術士不顯形的情況下來進行攻擊，所以它是非常之搞笑，而且也算是有效啊。我這邊炸下去，哎呦可惜。但其實這邊啊，我是需要用這個天變踢或者是那個披風直接傳送走。那但是我可能是當時沒有反應得到，那不錯，讓他收掉。那來到這個最後一回合，第5回合啊，那也是一開始先抓到他那個血彈就拉開了一點點起來。那但是也是那句啊，前期階段的那輸出其實雖然是很重要，但其實那個對於整局的影響不是特別大。如果你不是給他
太多致命攻擊的話，我給這邊可以把他那個魔彈的攻勢壓了下來，那直接打下去。誒，這邊的話看起來不錯啊，那個血量優勢拉起來拉挺大，那一半對於這個肌膚滿血，那不錯。OK， 這邊的話可以直接衝過去壓他。那因為這個前期壓得不錯，那我們就不用放棄任何機會可以抓到他的機會啊，在那個爭取在技能階段來之前再壓他多一點血。OK，這邊的話，哎呦，可以。那這邊不知道為什麼剛才做不到啊，但是沒差，我們來到技能階段了。那技能階段的話，其實他這個血量，我猜他只有一種打法，就是就是 hit and run。因為現在啊，他就像是很難拉回來了。如果他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口的話，他有可能是非常之難追回來。對不對？哎呦，可以，這邊呢不錯啊，讓他防禦下來了。那但是我們別怕，我們只開了 SD 招啊。那我們哎呦不錯，哎呦這邊可以，但這邊可能是我太急了，急着想把它噴裝。那其實這邊啊是我一個很大的失誤。那這邊的優勢就來一個反轉了，因為基本上我的優勢已經消失了。在剛才那個 BP 風加這個噴裝那個失誤之後，那我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那但是別怕，我們的盔甲還是能救我們一命。那嘗試一下用盔甲保護自己啊，但是要小心一點，就是它有術士披風，會直接把我們的術衣封掉啊，所以的話我們要小心，別讓它打中。就是別讓他打中，同時你倒地，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直接死掉。如果被他打中，而且倒地，而且封技，那我們的盔甲就直接開不了。那我們現在就找個機會用盔甲來嘗試把它抓住吧。因為現在我的頭盔已經重回來了，那我們就不用省技能。我這邊呢可以，那這邊直接把它拉進來。然後這邊其實 Timekeeper 衣服是最差的一個方式，其實這邊直接用憤怒盔甲來一個輸出會更好一點。那剛才啊是一個很大的失誤，來導致那個抓他的機位浪費了，那讓他那個時間拖到接近 DT， 或者是這局啊應該是會來到 DT 時間。對，那可惜啊，剛才那個失誤導致我沒有收掉他。那這邊應該是會來到 DT 時間，那嘗試一下，哦，那沒了。